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，为了拉拢印度，邀请莫迪出席 G7 峰会，中俄印关系走向会变吗？日前，印度总理莫迪在启程前往日本之前表示，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生的邀请，我将前往日本广岛出席7国集团首脑会议。岸田文雄首相最近访问印度，参加印日首脑会议，我很高兴与他再次会晤。由于印度今年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，我出席此次 G7 峰会特别有意义。莫迪的这番言论已经说明了莫迪出席 G7 峰会的缘由，以及莫迪应邀出席峰会的动机。但日本邀请莫迪出席会议的背景和动机又是如何呢？我可以100%肯定，这是美国的旨意，美日一拍即合的决定。至于其他国家，不过是通报给他们一声罢了。美日想的是需要进一步拉拢印度，设法让莫迪改变对待俄罗斯的立场，转变为谴责俄罗斯，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。这样一来，俄罗斯就会失去印度的出口市场，失去重大的经济来源，那就能把俄罗斯打趴下来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日本还专门邀请已经沦为世界乞丐的泽连斯基出席 G7 这个富国俱乐部峰会，安排他俩进行会面，让泽连斯基亲自给莫迪做工作。当然，美日的目的把俄罗斯打趴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就是对付中国了。美日两国可真是未雨绸缪，提前规划。因此，这一次 G7 峰会发表了联合声明和关联文件，竟然把中国海洋权益全部数落了一遍，还把中国的主权和内政问题也全面数落了一遍。这种破天荒的举动其实是给印度准备的，因为美国和日本需要印度背后给中国一刀。当美日军事干预台海、南海甚至黄海局势的时候，美日需要印度也一起发动战争，东西夹击中国，让中国腹背受敌。美日的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，那么印度的表现会不会如了美日的意呢？这就很难说了。很显然，拜登那个老年痴呆的大脑，岸田文雄那个狗队主人一样的思维方式，哪里会是莫迪的对手？针对莫迪，中国网络上有句话叫做“莫迪老先，法力无边”，说的就是莫迪老奸巨猾，在面对国际局势和美西方的拉拢时，玩太极拳的手段极为高明，各方都反过来成了他成功利用的对象。美国和俄罗斯都被莫迪玩得团团转。因此，我有2个结论：第一个，莫迪会借力打力，还会四两拨千斤，化解美日乌的种种伎俩，继续保持印度的中立，因为与美国相比，印度更需要俄罗斯。第二个，莫迪会让印度成为美国的对华战争代理人吗？绝无可能。印度中高层的不少人固然自以为是、盲目自大，但莫迪是个清醒人，他知道解放军的一个西部战区，印度都是对付不过来的，怎么可能像泽连斯基那样，除了演戏和编剧之外，是个啥也不懂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小白？只有莫迪利用拜登的份儿，就没有莫迪被拜登利用的可能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